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把配方还给我，我不能去做了，我不能连累我爸爸妈妈给我去还债，只要你把兰芝的配方还给我，不管多少钱，我加倍还给你，不管用多长时间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能去做了，我求求你，这回毁了我的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对不起，你的人生我管不了。徐总，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赵是疯了吗？搞这么大阵仗？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还击？我来帮你搞定。敢这么造谣欺负我们迪欧没人啊？网上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，马上就要回兰州。在迪欧的这段时间，我过得很开心，感谢各位同仁的关照。沈总，许诺，你刚刚在楼下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辞职去兰真？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我不能辞职吗？我欠他们还生气吗？别闹了好吗？发生什么了？为什么要辞职？难道兰真官网上面说的都是真的？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检，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。你说什么？我完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。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赵总对我很好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疯了吗？许诺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谢谢沈总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？当时我就嘱咐过你，对我来迪欧的理由要保持好奇心，不要有大跌眼镜的一天。看来沈总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。等等，你叫我相信你，我做到了，所以我现在相信你。你是在开玩笑的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吧？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，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。不管我说的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发过誓，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，我要让你亲自尝尝；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现在我做到了，谢谢你搭台，让我来迪欧，我玩得很开心，我要回去了。玩儿？你来迪欧是玩的？许诺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沈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力吗？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就信了吗？别幼稚了好吗？我相信你，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从你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就处心积虑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的感情呢？也是你设计的。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吧？你听好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对你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。不相信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买来送给3岁孩子的吗？相信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看清楚了吗？信了没有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你不过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窥视的男人。可笑的是，你看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看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以为我会爱你。行动！现在信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这样。帮我打卡。徐总，我来上班，谢谢。上班？不是。怎么回事啊？许诺，徐总，他怎么回来了呀？是啊，不知道。真是。弯弯，曲弯弯，曲经理，你在这里迎接我呀？来欢迎一下新同事。应该是旧同事更合适吧？都好，职场自古以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只要曲经理叫着顺口，怎么着都行。徐总监，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记得我刚离开迪欧的时候，你曾经劝我，要好好走自己的路，不要再让别人利用。徐总的话，我可是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。不过我的话，你好像当耳边风了。是啊，我脑容量太小了。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话听过就忘了。那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走我这条路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许诺说了算。我马上就要被升为副总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直属下级。想想你堂堂的许诺，马上也要常常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，我这心里啊，真是有点小激动呢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在后悔当初帮了我那么多，觉得我忘恩负义？随便你怎么想。自从我进了蓝针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活。我再也不用看你们的眼色过日子了。曲总啊，其实你开心就好。别说，我还真的很想尝一尝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。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，不如曲总你经验丰富。许诺你。来，坐。你赢了，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什么叫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呀？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的，这叫物归原主。物归原主，对，我在你眼里不过是个物件罢了。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拼命，都只是你和迪欧之间的一枚棋子。老赵，我特别想问问你，你看中的真的是我这个人吗？当然，不是，你这是老板心态，你只不过把每个员工都当成了你的私有物品。当初我辞职伤了你的自尊，让你觉得你的领土受到了侵犯，
但是现在东西我都给你拿回来了，人也站在你面前了，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许诺啊，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狡诈的商人，你可以说我说话不算话，但是我对你，我从来都会兑现我的承诺。喏，资料在电脑里头。好了，这下你心里踏实了，可以安安心心上班了吧？嗯。我已经打过卡了，许诺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蓝针，但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。你当我辞职也好，休假也罢，反正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。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。许诺，许诺，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，你今后能够成大器，但是你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女人，你缺乏一个狠劲儿，我很不认同你这种心态。但是这一次，我理解你。你走吧。赵总，出去。果然如我们所料，法方这次真的怒了。他们不停地在质问我们，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可能我们会彻底失去菲娜夫人的信任，到时候迪欧的处境就更难了。不过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，法方承认许诺是商业间谍，对蓝针不耻。蓝针想要再跟欧亚合作，也很困难。赵天成根本不在乎这些的，他现在又有配方又有许诺，他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啊？林凡，伯父还好吗？他和你一样，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整天，不吃不喝的，就差拿着我妈的遗像跪着求他了。不过今天早上他突然出来了，说他想通了，他觉得万事随缘，能做利民济世的好事，谁做都一样，然后就出忍去了。不过他觉得许诺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，他觉得当中一定有鬼，他坚信许诺的为人。伯父能想开就好了。公司的事情可以慢慢解决，最怕的就是老人家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找到这个新产品的替代品。你能振作起来就好了。沈总，董事长回来了。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芷泽，正好你的母亲也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儿了结一下。爸，这时候拿这个出来干什么？你别管。芷泽，这份协议什么内容你还记得吧？伯父，我当然记得。如果迪欧今年不能上市，公司70%的股份归您。迪欧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安妮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呢视而不见，偏偏要去追那个什么，那个叫许诺的。现在好了，
鸡飞蛋打。现在你怎么向我们交代？如果你还想对迪欧有所担当的话，马上和曼妮结婚，否则这个协议可不是牵着玩的。志哲，你伯父现在是在给你台阶下，能够娶到曼妮是你的幸福，更何况你非常的清楚，这一直是你妈妈所希望的结果。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迪欧，但您真的不需要再这么牺牲下去了。伯父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迪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都是我的责任。您以一个父亲的心情关心您的女儿，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可是您真的觉得用这样的一份协议能够买到她的爱情吗？能够替你的女儿找到一个最佳的归宿吗？对曼妮来说公平吗？爸，不要再逼志泽了。我逼他什么了？如果当初我们的建议他能够接受，今天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拿这份协议来逼志泽，是对我感情的最大侮辱。跟我的感情相比，这份协议什么都不是。你不能拿它来逼志泽，你也不能拿它来替我的感情做出决断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曼妮啊，我是看在你这么多年对迪欧、对志泽付出了那么许多，我是怕你心里放不下，所以才看起来我是多虑了。妮儿，你是对的，你长大了，以后老爸也就用不着为你操那么多的心。好，此事就此了断。我们母子欠你们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么多年来，迪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鼎力相助。曼妮，相信阿姨，你永远在我心里边都是我的女儿。谢谢阿姨。您放心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一直都把曼妮当自己的妹妹。从今往后，我还是会一样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。刚才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现在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，好多了。感觉你出国这段时间长大了，成熟了。离开公司这段时间，我也想明白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该为我自己好好打算了。毕竟我也不小了，31岁了。对了，昨天来不及，忘了把这个给你。这是我在剑桥看到的，因为上面这句话，我想买回来送给你。谢谢。
哎，都开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扑出来了。来，稍微要专心。儿子啊，你心里有事儿吧？是不是还惦记着小诺的事儿？老爹，不愧是神医啊，人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。你是怎么肯定许诺不是商业间谍的？儿子啊，你不是学医的啊，但是老爸在问诊的时候，你多少能看出一点门道吧？我为什么给病人抓这个药？我凭的是什么？望闻问切。没错，望闻问切那只是医生的一个手段而已。任何一个医生心里面啊，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心都要有数。我举例，这个病人啊，好比说他头上长了疮，这个脚底啊长了水泡，他为什么长了疮？为什么长了水泡？你要给他做一个判断，心里要有数。也许他是得了湿疹，是吧？也许他毒火攻心啊。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信心。我呢，现在是判断许诺是有苦衷。老爹，你这也太主观了吧？你都不用看证据的。你是律师啊，证据是应该你去找。难道你就不相信许诺他现在有苦衷吗？我也愿意相信啊，可是那你就去找啊。我相信我儿子能找到的。林总，哎，来了，来，请坐。王安，不，现在该喊你曲总。这几天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，看来还是兰镇的风水养人啊。林总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离开迪欧的时候，我也没好好跟你告个别。其实我是害怕见到你，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。我还真没想到你会主动请我吃这顿饭。这什么话呀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虽然从迪欧离开了，我们做不成同事，我们还是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林总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以后呢，也不要老林总林总的，你就叫我林凡就好了。林凡。哎，那个许诺去了兰镇之后怎么样啊？果然我想的没错，要不是因为许诺，你怎么可能请我吃这顿饭呢？这许诺从迪欧离开，毕竟对迪欧的打击非常大。你就出于老朋友的情面，给我爆料呗，让我回去好交差啊。爆料？你要我爆什么料？他回兰镇之后打了卡，就请假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他为什么回兰镇啊？为什么回兰镇？为了职位、薪水，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？我很高兴你请我吃这顿饭，不过以后，林凡，别再约我了，让我和过去彻底告别吧。
于大美女，找我什么事儿呢？我想跟你聊聊许诺。好，坐。想找我聊许诺什么呀？许诺为什么会离开迪欧，回了蓝针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许诺跳槽去了你迪欧，于总你一直都在算计怎么把许诺赶出迪欧，对吧？是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走了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啊，沈志泽也回到你身边了，你还惦记这事儿干嘛？他走了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，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把他弄走，但是不成功。我想知道赵总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？我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听你们沈总说吗？许诺是自愿离开的。他骗得了沈志泽，骗不了我，因为我们都是女人。这我就觉得奇怪了。于总，当初你一直怀疑许诺是我们蓝针的卧底，现在他自己亲口承认了，你却又不相信了，你还真把我搞糊涂了。你别在我面前装傻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太清楚了。我也领教过你的手段，毕竟我也是帮你办过事的人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抓了许诺什么把柄，让他可以放弃自己喜欢的人？你真的想知道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好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的手上没有许诺的任何把柄。那是为什么？但是我有沈志泽的呀。我相信你，我愿意相信你做的这一切，是因为你说的那些原因。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有做好，很多时候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来也不是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只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我知道我爱你，我只想请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我请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想着你的感觉，犹如风的坚决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，吹落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广告以复古风为主，之后我们还会在即将开拍的以汉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中植入广告，然后用剧中的演员作为第2季的代言人，进而进行推广。以上就是我为新产品做的营销计划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尽管提。他一般，他根本就没有前景，怎么想的计划根本就不行。赵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小孟，赵总，咱们公司关于辞退员工的规章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呀？根据公司相关规定，开除员工需补发半年工资。这样，一会儿你带曲经理去一趟人事部，把相关的手续办了。
是。赵总，你什么意思？徐娘，当初你让我给你这个位置，我给了，但是的确你的能力不够，你的能力跟许诺比起来，不是差的一星半点的。就你这个小儿科一样的营销计划，要是搁在3年前，就不到我的面前，在许诺那儿直接给否了。您的意思是要辞退我？对他的做法，同样也适应于在座的各位啊。我赵天成的蓝针公司，养的只是精兵强将，不养闲人。赵天成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能拿到这个项目？没有我，许诺他能回来吗？曲娘，说到这个事儿，我还得真得谢谢你。既然你都知道许诺回来了，你说我还留着你，有什么用呢？散会。出站的人远比进站的人要多，这说明来上海的人永远要比离开上海的人多。上海这么大，这么多人，大多数都是外地人，他们如果能留在这里，我也一定可以。所以我相信，只要有梦想，肯努力，生活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没错，他们能留下，我一定也可以。曲安湾，加油！哇，哎呀，这么晚才来啊？哎呦，飞过来的，就差上天了。咖啡都凉了。哎，是，天冷凉得快。怎么了？年轻真好。我们也不老啊。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我坐在这里，给你和志泽加油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帮我加过油了？你全是在帮我道贺才好不好？怎么这么多年你都没变过？保养的好啊。我是说，你怎么还是那么招人烦？哦，可能我爸当初在给我起名字的时候，他已经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我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人，所以他就给我起这个名字。否则他怎么叫神医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些年我对志泽付出的多吗？哎，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也就王宝钏能跟你媲美了。10年的青春啊！你该不会把我约过来就是为了感叹青春吧？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说什么事儿？你要发誓，你发誓不能跟任何人讲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发誓嘛！啊，我发誓不说。许诺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你跟我说的事和许诺还有关啊？不是，许诺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实不相瞒啊，我这些天确实是找人打听了一下，许诺没有回蓝针，这件事我也很奇怪。你的感觉是对的，他把我们都骗了。
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去找了赵天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要不是我找了赵天成，我也不会知道。我一直以为许诺有什么把柄在他的手里。赵天成果然老谋深算啊！威胁不了沈志泽，就在许诺身上下功夫。如果我是许诺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这么做。他其实对志泽用情还是很深的。你觉得我应该告诉志泽吗？如果告诉志泽，他肯定要把许诺追回来，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，只要他在我身边，我就有希望，而这个希望支撑了我整个青春。可许诺出现了，许诺的出现让我觉得我的希望变得很渺茫。现在许诺又走了，我又觉得我有希望了。我是不是很自私啊？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。但如果我不告诉志泽，就算我得到了他，我也会觉得我好像得到了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会理解你的。谢谢你，跟你说完我舒服多了。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，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，我说，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。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可以。我打电话给张妈，张妈说你还没有回家。我想你应该还在公司吧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回去吃饭吧。我能送你回家吗？可能外面要下雨了。我能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我忍不住从背后抱了一下，尺度掌握在不能说想你啊，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，闹了个笑话吧。怎么不进去坐啊？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没告诉沈志泽。答应我，不要告诉他。在决定这么做之前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你怎么那么傻？
可能这就是命吧。怎么跟老年人一样，动不动就流眼泪？谢谢你。每一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有特异功能，还记得吗？我从来都没为你做过什么，可是你一直对我这么好，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里有一块叫许诺的芯片，每次你难过，它都会疼，提醒我立刻出现。我也没办法，谁让它长这儿了？林凡，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出去散散心。我走之前，可不可以答应我，把这个芯片取出来？我知道取出来一定会很疼，可能还会留疤，但是老让它才是这么硌着，更疼。许诺，你不要对自己这么残忍。你已经亲手赶走了沈志泽，你现在还想亲手赶走我吗？在还没有看到你得到幸福之前，我不会把它拿出来的。起码在你转身的时候，我还在。林凡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喝什么？有事说事吧，我忙得很。你怎么老是这样啊？说真的，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不喜欢你。我总觉得你认为自己很骄傲，你有优越感，而且这种感觉也一直都没有变过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就这样，入不了于总的法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既然看我这么不顺眼，又何必约我出来呢？这不是自己找气受吗？我今天不跟你计较。哟，变大度了。我去找赵天成了。怎么样？被人威胁的感觉不好受吧？你为什么回蓝镇？我已经知道了。这跟你没关系。这不是你最希望看到的吗？我离开迪欧，正好成全了你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所以每个人都要领你的情啊？于曼妮，从我进迪欧第一天开始，你就针对我，看我不顺眼，处处给我下套。为了赶我走，你不惜拿迪欧做代价，甚至害得迪欧差一点破产。你凭什么在这对我冷嘲热讽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才忍你很久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自从你进了迪欧以后，折腾了多少事情出来，把公司闹得鸡犬不宁，人心惶惶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迪欧没你真的会死吗？到底谁在折腾啊？说的这么振振有词，你以为你真的在乎迪欧吗？当初拿迪欧做赌注算计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迪欧根本就折腾不起啊？我为什么要算计你啊？因为你活该！说来说去不就为了沈志泽吗？现在人也好，公司也好，我都退出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想打一架是不是？跟我来。这是一场属于你和我的比赛，与沈志泽无关。开始，来吧。
我相信人生的不期而遇就是缘分。从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10年了，我爱你爱了10年，10年来我心里只有你。你知道10年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吗？相濡以沫，不如两忘于江湖。有些时候，相逢不见得要相守，各自安好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喂，志泽，我有件事情想要跟你说。其实许诺离开公司，不是因为赵天成抓了许诺什么把柄，而是因为你快去找他吧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将要起飞，请您再次确认您的手机电源已关闭，您的安全带已系好，谢谢合作。小诺说他想出去到处走走，散散心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满意了？新产品你也拿到手了，许诺现在在蓝镇，你已经彻底打击了迪欧的市场地位。我只想问一句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怎么可能满意呢？这只是我前进当中的一小步，接下来我要把整个迪欧全部吃掉，把你赶出迪欧，我才会满意。赵总野心不小。这是趁人病要人命。有句话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不过在商言商，我懂。这样子吧，我提个条件：如果你愿意让许诺离开蓝镇，我愿意出让迪欧的40%股份作为交换。你也真有点英雄救美的意思哈！40%迪欧的股份，想救许诺，好像少了点吧？当初让许诺回来，都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你以为我是个傻子？就算你给我40%的股份，你手上还剩35%的股份。于曼妮手上有20%的股份，你们俩加起来还是大股东。你以为我真没学过数学吗？啊？那你想要多少？那得看沈总，你能给我多少了。
我手上就75%，赵总，你吃得下来吗？我这个人胃口大得很，100%的股份我都吃得下。行，我可以把75%全部都给你，但是我需要你答应我。从此之后，许诺跟你没关系，你不能再去刁难他。OK， 没问题。有一点，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答应过的事情，我从不反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你现在能告诉我，许诺在哪吗？不知道啊。我已经答应给你我所有的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许诺到公司来上了1天班就消失了，人你可以自己去找啊。但合同你刚才说的必须得签啊。你说过你说话算话的，你刚才自己说的。让你律师把合同放我公司了。不送啊！哎，老大，我们跟新鼎集团的融资进行的怎么样？都已经办妥了，现在就差签字确认了。如果这事儿真成了，咱们迪欧就真的活过来了。那件事情先放一放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要那钱了？照我说的去做。还有啊，去我们之前常去那家火锅店订个位子，叫上曼妮。好。记者，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起来呀！我知道，对不起你，迪欧。迪欧，我保不住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我们的危机不是过了吗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是的。妈没有想到，迪欧对你就这么不重要吗？是，许诺是情深意重，你为了他放弃曼妮，这我可以理解。可是你要赔上迪欧，我无法接受，这可是妈妈一生的心血。你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？你有没有会觉得妈妈受不了呢？妈，
我希望获得您的谅解。许诺为了我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牺牲他自己的自由，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，我必须为此负责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没得选择。什么叫做没得选择？阿泽，你每一次在事业和感情上面，你永远都是选择感情。3年前你为了小雨，现在为了许诺，你2次放弃一切。是我错，是妈错，我根本就不应该把迪欧交给你。妈，您没有错。可是我不能够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族企业，就让许诺去做带罪羊，就把他牺牲了。迪欧不应该也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维持。毕竟活生生的人，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，不是吗？我知道我让您失望了，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这么做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我只是照着我认为对的标准去做出选择。妈，我相信你也不愿意见到我痛苦内疚一辈子，你一定也会希望我活得坦荡，活得开心，对吗？其实我很心疼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了公司，你放弃自己的生活，放弃自己的感情，您快乐吗？儿子，事情到了今天，说什么也没什么用。妈妈只是想你知道，就你的人生的路是自己的选择，既然已经选择了，你就不要后悔。谢谢你。Hi, Reno. I got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ell you. Can you meet me in my office? Yeah, right now. Thank you. “锅底要鸳鸯的，然后来一个牛羊烩鲟，好，还有牛肚，海带、土豆、腐竹、猪脑，粉丝。少点点，少点点，差不多。吃得完，吃得完，差不多。看样子你今天心情很好啊。许诺的事儿，你跟他说了？怎么样，后不后悔？说了，有点后悔，但我知道我不说会更后悔。大气，我就知道你会说。懂我。上酒。So you're saying that you left Dio so Suno could have her freedom back? Yes. So we're still remaining partners with Dio. Is so? Yes. But sir, I got a request for you.
沈总，你知道许诺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去兰州了之后，我们就一直没有联系。怎么了？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瞒着我，他连你都骗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没有去兰州，他离开上海了。啊？他离开迪欧是为了我。他如果不去兰州，赵天成就会拿3年前的事情来起诉我。我就知道他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。你知道我当时还误会他，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。沈总，你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来，我们先喝一个。给力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哎，快坐。怎么突然间今天约我们来这里吃饭？好像好久没来过了。上次来应该是我生日吧？对，你好几年生日都是我们陪你在这儿吃的。那有的人啊，工作以后学人家高大上，去吃洋餐了。好，明天开始吃中餐就吃火锅，还是火锅好吃。对，中餐好吃。来，我先给你下一点东西。来，豆皮。去找许诺了吗？他走了，他离开上海。他走了？他不回来了？可是赵天成不会这么轻易把他放走吧？赵天成答应让许诺离开兰州，原因是因为我答应把迪欧75%的股份卖给他。75%？你认真的啊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赵天成这几年做了多少坏事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找证据。只要找来证据，我们就有资本跟他谈了，我们就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不用了，充其量是2败俱伤。我想过了，说到底是3年前我不应该想办法拿到兰州的配方，给赵天成抓住了把柄，是我的不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一口气要75%的股份，他也不怕撑死。我知道，所以你一直不让我去跟新鼎签，就是这个原因吧？留迪欧一个空壳，到时候看赵天成怎么去收拾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。从大学一毕业，就在迪欧打拼，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今天。现在眼看就要变成赵天成的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，我想过了，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，对迪欧都有深厚的感情。我妈说的对，迪欧上上下下这么多员工，不应该让他们为了我的事情，为了我的决定，也跟着一起买单。所以，我想了一个方法，你们听听看。我虽然把我手上75%的股份卖给了赵天成，但是你那边还25%，你先把它套现。然后呢，我们3个人成立一家新的公司。我跟雷诺初步讨论过这个构想，他也愿意支持我们。只要我们成立这个新公司，他就会跟菲娜夫人说，跟我们新的公司合作。最起码在新产品研发这一块没有问题，毕竟林伯伯的实力，他们也知道，而且他们也认可。到时候虽然迪欧这个牌子给了赵天成，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原来迪欧的团队另起炉灶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行，无条件的支持你。现在的话，万一一旦套现，迪欧的账本上应该是负数。气死那个王八蛋！就是，气死他！气死他！
来走一个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年轻人在大学的时候，和一个女生一起竞选文艺部长，结果你落选了。后来你来找我跟志泽来抱怨，结果聊着聊着发现，原来那个姑娘是志泽的同班同学，还是给他写纸条的那个。当时特别生气，然后你为了报复他，你就让志泽天天在女生寝室楼下等，只要那女的一出现，你就上去勾着志泽，气死他。结果志泽每次看到他都很尴尬。我们大学的时候好像没少做这种事情。什么？就一次好不好？我主要是帮这个家伙收拾烂摊子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说，我8月说志泽就摔断腿，你在我2个月挂了2科，8月时你把你闺蜜介绍给我谈恋爱，结果分手，你很尴尬，是不是？行，不要说。我为什么不能说啊？你那么花心，我还介绍女的给你认识，结果呢？我现在想想，我当时的智商真的有问题。那你现在的智商呀？你现在就是兼美貌与智慧在一起的女神。来，我给你下一个猪脑子，伯伯。你自己吃猪脑子吧。不，你得要，你需要。哎呀，吃点猪脑子，来。讨厌。对了，说到这个，大2的时候你过生日，你想跟志泽过一个独处的生日，结果你就告诉我一个错误的地址，我到了那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结果那天我手机又丢了，又迷路了，回到学校已经很晚了，我翻墙进去的。那来，这猪脑子给你吃。等一下，那个时候曼英说你有事。志泽，来，吃猪脑，这猪脑是给你的。以前上学多开心呢，不像现在上班了，一点都不开心。是啊，上班怎么能跟上学时候比啊？你知不知道，前些年你还在拉客户的时候，你差点被人骗色，结果我跟志泽把那个人差点打残，这事你不知道吧？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吗？你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，志泽还让我不要告诉你，就是北京那个老王，姓王的那王八蛋。后来啊，他还恬不知耻的过来找我们啊，要做迪欧的代销商，结果被志泽给拒绝了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，志泽可没为你少打架。大学的时候有2男的跟踪你，你还记得吧？你是不是到现在都奇怪，那2人突然消失了，不见了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他打的。你怎么说的好像我是暴力分子？你难道不是吗？啊？敬大家一杯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敬我们逝去的青春。